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好，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那来到这一天很不容易哈，就是时间又过了快半年的时间了。那今天一样是智博团长上来支持，那我们来邀请智博团长来为大家开讲。好，智博团长各位伙伴，请。大家晚安，大家好，很高兴哦，每一个月的月初的礼拜三啊，都是由我来开讲。那丛林奇谈呢，讲到现在呢，我感觉啦，我的感觉，虽然我也不晓得收视好不好，但是我都是认为是，如果可以有我可以服务的机会，那我都很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哦，让大家呢能或多或少去了解我不敢讲我是讲最好的我也不敢讲说我这样的引述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原则上我是希望把我所知道的然后可以这样子的很自然的跟大家分享，然后呢让大家去揣泥，然后能让自己的团呢更有一些活动的单元或者是让孩子们有不同的知识那我也希望各位服务员呢真的一定都要来精进自我，然后说是在照顾我们的孩子最近呢在我开讲之前，我最近呢我说台大的毕业那个内生博士是吧？他讲他的处境，我觉得如果有那个机会的话，应该都要放给孩子们去听听看来自于非洲肯尼亚这样的一个国家，然后我们台湾既然有办法跟他们做交流，然后他们来到台湾读书求学，然后分享在他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点滴，然后他的一个生平到现在在台湾有了温暖的家也有妻儿那真的是非常感人但是总归一句话，我认为事实上没有悲惨的人生真的，因为都是要靠自己去突破，然后自己呢想要什么，自己要很清楚。然后呢，事实上他讲了非常非常多，不包括在月光下读书的孩子，在草原、在沙漠上写数学题的孩子。我感觉他就形容的非常的贴切。但是呢，他讲到有一段，他说应该是去学习服务，而不是要来去当领袖。我感觉服务呢，去学习，首先一定要先去学习服务，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符合我们童军的精神我们童军的名言：准备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如果这个服务真的可以做到非常完善，我相信人世间真的是非常非常温暖的地方那在此跟大家共勉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的是红花的威力火花飞射我感觉他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我感觉形容也非常的贴切。如果大家有玩过所谓的炭火炭火，那如果真的你夹起一块赤红的这样的一个鱼锦然后你去打它好了。我们说再去拿一支木棍去打它，你看它掉下来这一些灰烬，然后所散落的非常非常漂亮的火花真的我相信到达我们这样的一个岁数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小孩子有吗？小孩子可能他们就拿过仙女棒他们点燃了仙女棒之后，看到那一个仙女棒的火花，这样的一个感受也 OK。但是我们毛克利在这边讲的红花的威力是全部所有的猛兽、野兽这些野生动物所害怕的最致命的的一个自然现象自然现象。好，尤其是在森林大火的时候，因为每一只动物它们曾经或多或少一定都
会在他的有生之年可能会去遇到过，遇到过。那最好也是会没有，因为现在地球暖化，很多很多的原始森林，事实上真的都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森林大火的现象产生，所以说我希望人家说水火无情啊，最好不要有，最好不要有，我们都可以真的与大自然和平共处，然后我们真的人类不要去破坏到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全球呢气候呢不要被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所变迁。好，那我们就回归到正题了哈。我们今天要讲那稍微回复一下我们上一段事实上就是已经在对峙了，而且说实在的，协汉然后跟这一些年轻的狼都已经商量好要如何来杀害阿 K 拉跟毛克利那紧接着呢阿 K 拉呢到了这一种这样子一个情况当然是很危急的那阿 K 拉呢就发生了我等一下请大家等一下然后呢阿 K 拉呢就叫了起来各位请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讲几句话可以吗那毛克利呢虽然跟我们不是很相同，但是呢我们的情感呢形同兄弟般而且呢你们大家要杀害自己的兄弟就是等于违背了伦理真的在动物界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可以讲说应该是很平常的事情包括我们人类也一样你看历朝当皇帝的要篡位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要争权然后都会把爸爸或者是把自己的兄弟铲除掉，这个好像是在动物界里面不可能不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这样讲但是呢至少我们是人，那只是少部分的人而已并不是全部兄友弟恭的一大堆，事实上兄弟非常非常的团结，非常非常的相亲相爱的也很多很多并不像少数的一些故事般如果真的都像书本或者历史上这样在写的，我相信我们人不可能这么过得这么安逸天天说实在就是你死我活的日子当然人的世界或者是动物的世界，事实上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情义，而且呢非常温暖的的一个世界空间那阿 K 拉呢讲了这句话之后又说了我活了这么多年反而到现在我是真的非常的不快乐，非常的不快乐，因为呢你们呢受到了协汉的鼓动或这样的一个煽惑，然后呢做出了一些违背了丛林法则的一些事情出来就是丛林规律你们呢就告诉这些年轻的狼你们偷袭人类的畜生畜生生畜生畜就是代表着说牛羊猪这些话来讲的话是生，然后畜是指所谓的鸭鸡这一些鹅这些就是属于畜的部分那所以说呢他们都去偷偷的去袭扰去猎杀人类所养的这一些的畜牧然后呢又截取了又截捕了人类的小孩
哦。所以说呢，要不是他已经年龄有这么多了他真的说实在是看不到这些的罪恶而且呢，你们这些弱的懦夫你们这样做的行为呢，真的会引起了人类们他们的反扑不满会招来森林里面的大大的灾难阿 K 拉呢语重心长的跟这些年轻的狼这样讲这样的做法真的实在是违背了我们森林里面的规律，而且呢是到现在就是自始至终到现在，我们都还是依旧的去遵守，我们不会去袭击人类，或者是去危害人类那他现在呢阿 K 拉已经这么衰老了而且呢他这么悲惨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跟大家这样讲那希望大家能悬崖就是可以回头了悬崖勒马这样赶快回头不要这样再执迷不悟他讲了这一些语重心长的话真的希望可以唤醒这些狼的赶快去觉悟然后呢阿 K 拉呢又真的用他的非常悲悯的一种态度那一种身躯跟大家讲，如果可以呢用我的生命来换毛克利的安全，来吧你们呢可以马上来解决我我不会做出任何的抵抗我一定呢不会向你们来攻击。虽然呢我现在呢虽然老了，但是我还是会有能力跟你们这3-4只左右的年轻狼来较量来厮杀所以说呢我宁愿不是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这样子的去打斗是因为我用我这样的一个非常诚恳的一种态度我希望你们大家呢可以放过毛克利，那我用我的生命来跟你们做交换那我一定呢就是不反抗，我就低着头就死我感觉这个阿 K 拉呢真的是非常的爱护毛克利所以说呢他宁愿用他的生命来跟这些年轻的人来做交换希望他们呢能够放过毛克利如果呢阿 K 拉又讲，如果呢你们答应我这样做你们也不会蒙受到这一个恶名反而呢你们还可以说是用一只牛来换兄弟的用我的死当作是一头牛来换取大家这样可以吗毛克利这样跟大家讲这样阿 K 拉这样跟大家讲这样可以吗那你们就这样做吧。事实上年轻的人呢他们只关乎到自己而已那所以说他们在那边街头交耳一直在那边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而且呢那种吵杂声呢让阿 K 拉所讲的话呢也没有很清楚的传递到每一只年轻人的耳朵里面去就是他们有一些有听到，有些没有听到所以说是非常模糊的所以说呢他们的交谈中阿 K 拉也有听到就听他们在街头交耳在传递的话里面就说他是人
毛克利啊，不是狼啊，他更不是我们的伙伴把他赶出去我们应该要把他赶出去甚至呢杀掉他所以说呢，阿 K 拉呢本身心里面真的也是蛮坎坷的然后呢，会场里面呢弥漫的一种杀气那一种肃静那一种诡异的那种气氛使得现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是非常非常的混乱的而且呢，好几十只狼呢都张开了血盆大口露出了白色的牙齿呢，肆意的咆哮着他们就是已经也下定决心了就是一定要把阿 K 拉呢跟毛克利呢怎样处理掉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气氛呢，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家呢非常的畏怖的意思就是有一点害怕紧张而且呢有点恐怖因为这么多只狼都对了他们呢这样的一个咆哮，而且呢张牙舞爪而且呢大多数的狼呢都靠在血汉的身旁因为有血汉在当靠山嘛，就变成是老大啦而且呢他们就变成是血汉的喽啰了，小弟啦小弟然后呢有人可以靠，所以说呢那种势头就会更猛更猛跟我们人也差不多啦跟我们然后跟有靠山嘛有靠山的时候，说实在真的就很容易更嚣张更狂大我们人也是一样一个人的时候，说实在真的不敢怎么样，但是呢2、3个甚至10几个人的时候，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不一样尤其是从国中吧，国中、高中、大学都一样如果说是在这里面同学5、6人在一起的时候突然看到美丽的小姐落单，或者是1、2人的时候这样一群的时候就容易说实在去搭讪女孩子这种现象就有如像是这种情形了那人嘛人是团体生活的动物，那动物也是一样，尤其是狼，他们更团结，而且呢，他们懂得分工合作而且呢，狼呢，他们本身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位阶事实上，狼是有位阶的。那你说我们人好了，我们人的话来讲的话，是现在了如果是古时一样还是有位阶之分然后我们现在现代，尤其是我们台湾现在都是很自由了没有在分人等的除了现在比较夸张的一些所谓的回教国家，甚至一些回教国家可能还有啦，应该也不是说可能啦，应该是绝对有了你像印度就好它人种大概就分了4至5种那所以说这个世界什么人都有每一片每一块土地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而且有自己应该可遵循的人的所谓的规律法则。好，那到现在呢，协汉呢，老实讲是非常的得意洋洋而且呢，他帮行的脸呢，露出了非常残酷的一种冷笑那种得意那种得意让大家看了就很想捶他的那种脸你给他讲是多么的猥亵或者是多么的狰狞那一种表情那所以说呢，巴西拉呢无可奈何的态度说下去了换巴西拉说了毛克利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该准备我们很早以前我们就准备了嘛，对吧那所以说呢，到了现在的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但是呢，我们除了为生存，我们就必须要战斗
为了生存，我们就必须就打了吧，哦，一决生死，哦，那可能呢，我们就没有再其他的办法了，哦，那我，故事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奇怪了，那哈蒂到哪里去了？这个森林的仲裁者到哪里去了？他怎么不是这个时候跳出来？可见呢，这个时候呢，哈蒂是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的哦。那所以说呢，就下定，巴西拉就说，我们就下定决心吧。哦，那么我们就应该就这样提示了毛克利心里面要有一个准备的那巴西拉呢，用他的视线然后呢，用他的眼睛的余光转移到毛克利所成火的那一个胡子上了事实上，巴西拉呢这样的一个眼光这样的一个视线这样的一个余光才是最可怕的我相信可能大家都不能理解到说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必须要在这边注解一下尤其我也跟孩子们讲，我说你们都有玩过躲避球对吧？事实上，如果你有玩过的时候，你有去遇到最厉害的人，他如果盯住了一个目标的时候，事实上他的正眼是看着前方，但是他的余光却是看着你。等一下他要杀了人他要丢刺杀用球刺杀你的那一个人呢，是用他自己本身心跟眼神的余光所射杀的那一个那才是最恐怖的眼睛是正看着前面，但是他心里面跟他眼睛的余光是在看着他的目标盯住那个目标。等一下球丢出来的时候，他那一个方向就绝对是那一个他的目标的那个方向那一种才是最可怕的一种刺杀方式那包含打羽毛球也是有人都会做假动作，或者是用眼神去带过让人家去就是这样的去猜测错误我感觉有时候在球类的时候，有一些孩子们他们的表现真的都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洞察力洞察力，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说实在，这个也有可能自救也有可能呢有不一样的一种大作为所以说有的孩子们他们从小到大，或者是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们不懂，但是有些小孩子们真的是可能他们的经验吧，或者是有人教过那所以说他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眼睛的一种漂移或者是余光那种追击的那种技巧，而且呢很多的恶人都这样子这种手段真的都时常在做都说怎么样，然后说实在他事实上根本的目标就不是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一种眼神好，那毛克利呢听到巴西拉这样的，他就获地起来，获地起来的意思就是瞪起来就对了就瞪着站起来，然后两只手呢就握住所盛的那一个炉子壶盛火的那个炉，高高的捧在自己的头上那我们都知道壶是有提把的嘛，对吧？就把它高举在自己的头上然后两脚呢稍微张开了，站得很稳站得很稳，然后呢就大声呵斥你们毛克利呢怒吼的，让现场的猛兽们一听都镇住了，都吓到了突然之间阿 K 拉感觉到毛克利他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呵斥大家此时此刻的阿 K 拉他就有一种莫名其妙就是很莫名的那种悲伤涌上心头起来然后呢热泪盈眶的流出来然后
没有想到毛克利哦，做梦都没有想到哦，今天这样的一种情况哦，是为何大家呢会这么的怨恨他哦，而且呢都没有想到过，我曾经对他们所有的友爱、好处哦，甚至帮他们脚铺去挑刺，或者是帮他们包扎哦、疗伤等等哦，他们这些过去的友好，过去的这些恩惠，或者是一些大家可以互相的依偎的那一种去团结的生活哦，如何去捕猎哦，这样等等的哦，这样的十几年来，哦，他们都没有去感受得到，反而说实在，为什么会这么的怨恨他哦？大家为什么会这样？有一句话在讲哦，事实上也不是只有动物，我们人也一样哦，就是见不得人好。你比我好，我就要让你比我更惨，这样的一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可以这样讲。那我就觉得这个都是非常不可取的哦，非常不可取的。而且呢，在动物里面，为了生存哦，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生活的方式。好，然后毛克利呢就大声斥道很不客气的讲，混账的你们哦，听吧，你们口口说我是人类的孩子哦，是哦，毛克利也坚决的说，是我的确呢是人类的孩子哦，是，但是呢，我原本呢到我死我都不承认哦，我是人的孩子，而我是狼哦，告诉大家讲，本来我是坚决的哦，到我死我都认为我还是一只狼哦，但是呢，你们却一直指责我哦，破坏破坏哦，我原本的初衷改变了哦，改变了我哦，然后呢，现在呢，我要恢复到我人的身份了哦，我再也不跟你们称兄道弟了，就跟全部的狼这样讲哦，从此以后我就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而且呢，我也跟你们都不是兄弟的关系了哦，可见哦，毛克利有多么的心灰意冷哦，看破了哦，看破了你们哦，然后呢，事实上呢，你们这些意志薄弱的家伙哦，没有骨气，而且呢是一大堆馋鬼。什么叫做馋鬼？就是爱吃嘛，哦，为了食物嘛，哦，为了吃，哦，为了吃，就是吃，哦，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馋鬼的一个名词出来哦，一个词句出来哦，所以说呢，你们一点骨气都没有哦，然后竟然呢要把我赶走，而且呢更要杀我哦。事实上呢，这些话呢应该是我来说才对哦，应该是我来说，因为如果我已经变成是人类了哦，那你们的下场，所以说应该是由我来说才合乎情理吧？哦，毛克利是这样认为的。好，那今晚呢，毛克利呢为了今天的今晚的集会呢，来做一个结论吧。哦，你们最喜欢的大红花哦，我特别的为了你们而带来哦。他们本来都不知道啊，完全都不知道啊。毛克利哪时候去拿到了这个大红花哦？而且呢，毛克利还说是他们最喜欢的，事实上是他们最害怕的啊。那毛克利呢，说到最后一句话的刹那间哦，用全身的力量哦，用全身的力量，可见哦那种气氛哦，那一种那一种使人说实在那种紧绷哦，肌肉所焕发出来那种强大的一种力量 power 哦，然后呢，他就把火炉呢猛力的呢摔在地上哦，可见哦摔了多大力哦，高高举起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往下砸哦，砸在地上，那一种声音，那种力道哦，砰一声，红色的炭块呢就往四面八方呢飞散哦，喷开哦，可以讲说哦，就这样子的一个像炸弹一样哦，
炸开这样子哦，哇，真的非常非常的劲爆，而且说实在也是相当危险的哦。所以说呢，当它砸下来的时候，旁边的这些枯萎的杂草，还有已经干掉的这个仙台呢，都燃起火来了哦，迅速哦就点燃了哦，点燃了。所以说使得现场呢，全部的所有的野兽呢都害怕了起来，而且呢气氛呢更是紧张哦，而且呢现场非常的混乱，因为大家都害怕了嘛哦，所以说呢大家都吓得呢魂飞魄散哦，可见哦大家有多么的害怕这个红花，而且呢大家呢都向后哦退却了哦，很长的一段距离哦。毛克利呢又赶紧哦随手呢拿到了一只枯枝哦，然后呢就去引火哦，丢在这个炭块哦较多的哦去引火起来，变成了一把火炬。然后呢，他就边舞动了这个他的这个火炬哦，然后呢走到狼的中间来，然后呢此时呢，哎，真的是老天爷又帮忙了哦，山上呢来了许许的这样的一个风向哦，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哦，就一会的时间哦，助长了火势哦。然后呢，火又靠了风力哦，毛克利呢高举的火炬呢，烧着的更大哦，更大哦，那个火把呢，这样的一个火呢，哦，就引燃的更大，而且呢，使得呢毛克利呢高举了这样的木炭哦，这些树枝哦，大家也都知道，有一些比较干的这样比较实心的木的时候，它在点着的时候，说实在，它自己就会喷出来火花哦，就是它就这样会飘散出来哦，然后呢，使得呢这个火把呢哦，不管是掉下来或者是烧着之后的一些喷发哦，使得呢这个火星呢就变成了四射出来哦，白烟缭绕的这个火把哦，那动物们本来他们就很怕火了，现在又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更加的畏惧哦。然后呢，狼呢跟血汉呢看到此时，他们真的都愣住了哦，傻了，愣住了哦，就呆的站在那边哦。那毛克利呢，每进一步呢，他们都会往后退了2、3步哦，很害怕，真的非常非常害怕。毛克利呢就故意走了1、2步，他们就退了3、4步哦，都跟毛克利呢保持着相当的安全距离就对了。然后呢，巴西拉呢就说了，哈哈，现在没有人没有哪一个呢敢反抗你哦，你真的是天下无敌了哦。那巴西拉呢高兴的说哦，你这样子就已经很像丛林里的领袖了哦，因为呢，真的没有任何的猛兽呢敢靠近你，也不敢跟你为敌哦。那你可见毛克利有了这样的一个武器哦，真的是可以降服非常非常多的动物哦。然后呢，由衷的跟毛克利讲说，希望呢你可以用你现在的力量哦，然后来保护着阿 K 拉哦，因为呢阿 K 拉是你这一辈子呢最真诚真挚的朋友哦，所以说呢你要维护他，而且要保护他的安全哦。毛克利呢知道了哦，点点头，然后呢也回过头呢看着阿 K 拉哦，而且呢阿 K 拉呢也用那一种很悲伤的那种眼神呢看着毛克利，就是也很感动啊，也非常的感动。为什么毛克利也真的豁出生命来保护着他哦？那
狼群的阿 K 拉呢，事实上呢，他已经活了20几年了哦，将近20年。事实上，以犬类的话来讲，20年也算非常非常高龄高寿了哦。因为正常的狗呢，大概也维持在15至20年左右哦，就大概是我们人类大概80-90岁了吧，哦，80-90岁的高龄了哦。所以说呢，在它的这样的整体的这20年里面，阿 K 拉真的是非常的神勇无敌的哦，而且呢，他从来没有让人家保护过，也没有哦求过人家来怜悯他哦啊，现在呢真的是头一次哦，因为阿 K 拉呢也默许了阿 K 接受毛克利的保护哦，所以说他才用那一种非常悲伤的眼光看着毛克利哦，知道哎毛克利真的是一个好孩子哦，能长大了真的还能懂得所谓的知恩图报，这一点非常重要哦。那所以说呢，哎，现在呢，阿 K 拉呢，用了无限的悲伤和乞怜的眼光哦，看着毛克利哦，使得毛克利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同情阿 K 拉哦，当场也跟所有在场的这些年轻人，跟这一些来参与的，不管是血案也好，还是大巴西他们也好哦，就跟他们讲了。大家听着哦，今后无论是谁，绝对不能允许呢伤害阿 K 拉哦，很慎重、很严肃的告诉大家哦，发布这个样的一个消息哦，也可以讲说就是命令了哦，就是一种命令式的哦。那毛克利的这种身体哦，赤铜色的身体哦，而且呢，加上他整个一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肌肉哦的一个表征哦，让大家呢，真的感觉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啊、有那一种领袖的那一种样样子啊，那一种气势哦。然后呢，在火光照耀之下呢，显得呢，它真的是闪亮亮的哦，散发出来那一种亮光哦，而且呢，它长垂过肩的黑发呢，被风这样一吹哦，就好像黑色的火焰般的挥舞的，可见哦，他真的从来也没有剪过头发，而且这10几年来，可见毛克利的头发有多长。而且是黑色的哦，被风这样吹，变成是黑色的火焰般哦。我感觉书里面阐述的那种情景哦，可以让我们去想象哦，真的是多么的潇洒哦，倜傥。而且呢，他高举着这样的一个火炬站立的时候哦，用肃穆的眼神呢，扫视了全部所有的狼群，就犹如君临天下那种气势哦。然后呢，平静的说哦，又跟他们全部所有的狼族里面的说了，我要忘掉我曾经是你们的伙伴，而且呢，我同时呢，我也要恢复到我人的自由。那是因为你们先背叛了我哦，背叛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哦。讲到背叛，你有被背叛过吗？我相信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尤其是我们服务员，只要社会有所经历过，大家都知道所谓的背叛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小孩子们可能也知道，但是如果你要去阐述的时候，真的也需要好好的讲哦。那因为孩子们对于这样背叛的这样子的事情哦，我感觉有一些孩子们他们的理解力还是不到的没有办法意会的哦。这个除了亲身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过哦，他才会知道说什么叫做背叛哦。因为孩子们真的都很单纯，因为我跟你好，你跟我好，你跟我不好，我就跟你不好
甚至我想跟你好，但是你跟我又不是很好哦。所以说，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历程，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团契会的时候，真的要，如果真的要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实在，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啊去跟孩子们讲哦，因为我感觉这个非常的重要哦，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哦。然后毛克利又想了，你们让我极其的感到失望哦。如今呢，我有了选择，我有了抉择哦，但是对你们呢，我仍有爱跟感情哦，这是我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抛舍的，甚至是永存在于我的记忆里面的哦。但是呢，今后呢，我如果住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哦，那我也绝对不会学你们把我出卖给血案和哦那种卑劣的手段哦，请你们放心好了。所以说呢，毛克利绝对不会以牙还牙了，不会对他们产生报复哦，因为呢，他真的还是非常爱我们狼群里面所有的每一只狼哦，这样的一种伟大大爱，我认为说实在真的是不得了的哦，他可以抛弃他所有的恩怨哦，而且呢，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抉择哦，所以说呢，他绝对不会像这一些坏家伙一样哦。这几句话呢，真的非常富有人情味，而且呢，让大家呢都不甚的感动哦。有没有感动到？我认为如果对毛克利还是有感觉的，应该都会应该都会感动到吧？哦，因为念得毛克利的好哦，我相信呢、因为已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啊、有红花的压阵，对吧？这样的一个非常致命的武器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不屈服也不行吧？哦，所以说呢，他呢，又热泪热泪盈眶的俯视脚边的这些火块哦，不知不觉呢，他就将这个火块呢，踢开了哦。这时候的那个火呢的颜色呢，都被泪水所遮挡住了哦，看起来更像美丽的珊瑚。我觉得很奇怪哦，因为在这一段里面，森林里面怎么会讲到珊瑚？但是小孩子们知道珊瑚是什么吗？我相信在场的我们每一位服务员，你有看过珊瑚的，来，你举一下手一下，我看看，你有看过珊瑚的，请举手一下。哎都有不错好，谢谢哦。好，应该有人都有看过了哦。珊瑚呢，事实上我以前从小到大我都没看过，老实讲我都没看过，是10年差不多有10年了，因为我那时候说实在，有跟大陆有做学友嘛哦，他们来台湾，然后学友的时候，大概来了几个团次啊，我有带他们去101，他不晓得第几楼有那个卖珊瑚，而且当时他们来，他们都会很想买珊瑚，而且他们都知道台湾的珊瑚呢的级别很高它是有算起，而且说实在真的价值都不菲哦，价值真的说实在有的真的甚至都价值连城了。那因为珊瑚的成长速度非常的慢哦，而且呢它的色泽又分很多种哦，所以说它的等级就差很大。那在于我们台湾人应该是说我们炎黄子孙对于珊瑚来讲的话，它算是我们人的宝宝五宝里面五宝之一五宝之一，纳入五宝之一，它是可以辟邪祥瑞，然后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了但是讲到这个珊瑚的话来讲的话，小孩子他们真的也不懂，因为说实在有些他们都认为说那是干树枝，而且是长在海里面的，他们也不懂得它有多漂亮。老实讲，我也不懂得珊瑚有多漂亮，我只能觉得说，它是物以稀为贵这样子。
如果真的要让我拿钱去买珊瑚，事实上我都会很考虑哦。但是我老婆就很喜欢哦，我老婆说实在，那时候买了一小小块哦，就好多钱了。我不要说几万了哦，哎，真的叫卡阿啊，他那个阿卡啦，啊叫阿卡，最等级的就叫阿卡还是卡阿，我忘记了。好，但是跟小孩子讲这个珊瑚的时候说，哎，就是很宝贵的一种宝物哦，它不属于金属啦哦，它不属于金属，所以说是说非常少的，而且是住在深海里面的啊，全世界遍布的也很少。那台湾跟日本的，听说实在，哎，都不错了哈。我们哪一个地方我也不讲。好，那这个可以稍微带给孩子们的哈。那巴西拉呢，跟老狼阿 K 拉呢，哎，他们在旁边哦，真的是感动到哦，咽着泪水哦。毛克利终于长大了，真的懂事了哦，为毛克利而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而喜极而泣啦，哦，喜极而泣。好，那我们今天红花的威力呢，红花四射呢，大概的故事，我们大概就可以讲到这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这里面有一个形容说，协汉呢那个得意的四方脸啊，有吗？哦，那事实上在这个阶段里面的话，如果要参加一个游戏，我曾经有这样玩过，就是让孩子们知道什么叫做四方脸哦，那一种脸，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所谓的接字游戏哦，小队竞赛哦，就拿一个口来做接力哦，接力。那看我们幼童军有几个小队哦，那以口这样的一个部首，然后大家来玩，大家都来接这一个四方形哦，四方形的口哦，然后大家就一个上去哦，然后就是背对，大家都背对的答案哦，然后谁写回来了啊，就回来一样背对的哦，就谁写什么都不知道，但是都有看啊，都有看过。那我感觉这个玩法的话来讲的话也蛮不错的哦，然后把故事的一个情景，然后融合到一个游戏里面去啊。我刚刚在讲说口啊，哦，大家都可以接力哦，就比方大家讲，有人会再去写一个田啊、球啊、日啊、白啊，哦等等啊，哦，那就是用口哦去做部首哦，一个框框的这样的一个去做大家一种接力，然后呢，也让孩子们说实在去回顾他们所曾经学习到过的一个生字哦。我感觉，这样一个比赛下来啊，有一些小队的孩子们真的就没办法去写哦，没办法去写就输了嘛。有一些小队他们一直去写哦，就可以写出来非常多哦。像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小队竞赛哦，我觉得也不错玩哦。然后再来就是。这里面呢可以玩的游戏哦，大家都可以去想想看哦，尤其是生存游戏，吃的方面啊，哦，然后也可以自己可以去思考一下哦，怎么样来让孩子们更有感哦，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在讲的所谓的背叛的事情啊，这个一个重点哦，然后包含说实在，小孩子们真的要懂得所谓的知恩图报哦。当年要不是那个阿 K 拉哦，那毛克利也没有他的现在，对吧？因为说实在，他也是得到阿 K 拉的首肯哦，答应哦，让他在狼群里面哦，那他才有这样一个生活哦，跟狼群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对吧？好，那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OK，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哦，感恩。好，我们谢谢智博团长今天的精彩的开讲。那我们现在大家来合影，先跟智博团长合影一下。好，都在了，3、2、1，耶！好，太好了，谢谢各位。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